看到王一博赛车冲出赛道，连续打滑转圈，才知道他的心理素质到底有多强大。高难度弯道加上恶劣天气，今年的宁波赛道简直是 bug 叠满。要知道，相比于去年王一博参加的珠海站比赛，宁波赛道本身就难度系数更高，22个极限弯道加上起伏的山路和弯角，本身对王一博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练习赛当天天公也不作美，受到雨天的影响，赛道内积水十分严重，导致轮胎抓地力不够，很多车手都出现了打滑的现象。而恶劣的天气也仿佛直接将比赛夹到了困难模式，更加考验车手的水平和应变能力。湿滑赛道加上上下坡转弯，导致王一博在压到水塘之后打滑冲出。尽管在车辆失控的一瞬间，王一博一度进行重刹和方向修正，可最终车辆还是打滑转弯冲到了护栏上，眼看着车辆在失控的过程中连续旋转，粉丝的心简直是提到了嗓子眼。可没想到王一博的心理素质如此强大，不仅第一时间迅速控制车真实的挽救，还在事故发生之后赶紧将汽车驶离赛道，避免了2次事故的发生。而随后王一博也驾驶着备用车继续完成了比赛，根本没有受到意外事故的影响。看到王一博一连串的迅速反应，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能够被赛车这项运动所接受。要知道，一般人碰上这样的事故，即使没有被吓傻，也至少会表现得十分手足无措。可王一博不仅没有受到事故的影响，还在接下来驾驶备用车的情况下全速不停的刷新，甚至还完成了14年度最佳救车操作，真的很难不佩服他稳定的情绪和心态。事实上，在赛车比赛中，路况、天气等附加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，其实会让赛车运动更有悬念，更加刺激。既然选择了赛车这项运动，就说明王一博早就做好了面对突发情况的准备。而其实这场赛事也不仅仅只有天气造成了影响，早在练习赛开始之前，王一博就因为私生将无人机开到了赛道上空盘旋，导致他无法用赛车进行练习，只能用商务车提前熟悉赛道，这也导致很多弯道盲区也都无法提前适应和了解。种种情况都能看出王一博这次的比赛难度有多大，没有强大的精神内核，真的无法投入比赛。可王一博就是这样一次次挺过所有的困难，真不愧是第一次上赛场就拿下冠亚军的天才车手。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赛车了，到底是哪个圈子还没有感受过王一博定律啊？自从王一博开启跨界模式，但凡是他涉足过的领域都被他带火了。从街舞到滑板，再到如今的赛车，只要王一博走到哪，流量就会跟到哪。还记得去年王一博参加珠海站的赛车比赛，超高的人气就获得过同场车手的点赞。所以呢，我们赛场可以看到后面全是找迷妹和观众，觉得有这样的氛围感，给我们的赛事增添了很多的色彩。浑身先色的真的非常非常棒。我跑赛车是1年多以来，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这么多人山山海的人，我觉得以后我也很希望每一场比赛都能有这样的氛，毕竟在王一博之前，赛车领域还从未掀起过如此高的热度。正是王一博的顶级流量，让赛车圈跟着他一起爆火。而今年王一博在宁波的比赛也一样引起了巨大关注。尽管当天风大雨大，奔四依旧热情不减，哪怕穿的雨衣也要看王一博的练习。怪不得赛车圈因为他的到来如获至宝，真不愧是顶流的影响力。自从王一博爆火之后，他就将自己的流量带到了各个领域，潜水街舞圈子被他带到火出天际。那一年，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爆火出圈，他的舞蹈也在互联网上火了一整个夏天。从明星到专业舞者，再到普通大众，无数人因为王一博爱上了街舞文化，连带的节目都因为王一博的存在火成了现象级综艺。只要王一博还在节目中担任导师，各大金主就会抢着投资。毕竟内娱再也没有第2位明星能像王一博一样，能为一项小众运动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度。而从此之后，王一博也会像一个流量标签一样，执着于带火各个小众领域。在王一博喜欢滑板之前，这项运动还只是年轻人耍帅装酷的小众项目。可自从王一博为滑板带来巨大的关注度，滑板就成了一种又潮又酷的生活态度。而去年爆火的探索心境节目，也让王一博带火了户外运动。从登山滑雪到极限锁降，从攀岩到洞穴探险，从潜水到沙漠生存，王一博几乎把所有的户外运动项目都介绍给了粉丝。探索心境开播之后，便在腾讯站内创下了纪录片热度新高，播出期间更是热搜不断。而王一博去过的很多地方，更是成了如今的粉丝打卡地。就比如王一博登顶过的冈士喀雪峰，在节目播出后就迎来了巨大的热度，第一次在雪山上碰见排队爬山的盛景。而如今王一博参加赛车比赛，粉丝们也跟着他一起关注赛车赛事，了解赛车比赛规则，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行业大佬，赛事门票也跟着他一起一票难
篮球，甚至还意外带火了汽车改装、赛道摄影等垂直领域。此前就有汽修厂老板表示，自从王一博参加了赛车比赛，请来咨询 RS 改装的客户就增加了80%，进一步推动了赛车文化和周边产业的发展。最重要的是，王一博的参赛也打破了大众对赛车这一运动项目的刻板印象，让赛车运动从小众领域走进了大众视野。王一博真的功不可没，终于明白王一博为什么每走的一个圈子就会如此的受欢迎了。毕竟谁不想让一个顶流明星带领自己的赛道做大做强呢？终于明白王一博为什么是赛车圈公认的天才车手了，他的学习能力简直太强，溜着别又小心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入门就要滑了，瓮住了住了没有撞是好。因为我们注意到16号车手应该是非常有经验，且看在打滑的世界，他并没有将4个刹车完全踩死。我觉得这高赛这一项年度最佳救车，我觉得应该能排上号。宁波赛道练习赛，王一博在受到雨天影响，驾驶85号赛车出现事故的情况下，换上备用车后，就立马上演了一场年度最佳救车操作，真不愧是专业度极强的职业赛车手。要知道，王一博在上一次上场练习时，就因为压到水塘，导致车辆出现打滑失控，最终撞上护栏，车身受损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仅仅几分钟过去，再次驾驶备用车上场的他，就吸取了上一次打滑的经验，面对同样情况时，立马用总结的经验解决，没有像之前那样将4个刹车同时踩死，而是一直在利用赛道宽度控制，最终车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真的好难不佩服他的领悟能力，毕竟在赛车高速行驶的过程中，出现打滑是一瞬间的事儿，很容易就会出现下意识的反应。可王一博却没有被惯性影响，迅速用总结的经验解决，这应变能力简直太强。若不得王一博第一次参加专业的赛事就拿到了冠亚军，他真的是一个天赋极强的车手。毕竟作为顶流的他，因为时间关系，一年到头也练习不了几次，更别说亲自上赛的练习了。为了能够真正的像话说的那样把赛车这项运动玩好，只能够选择以赛代练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任何拉胯，上场之后与其他的专业车手并无差别，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都太绝，怪不得他没换药糖都能够把同行卷哭。毕竟谁不害怕一个仿佛开了外挂的对手？还记得当年作为唱跳歌手出道的他，跨界成为演员，第一次上映的电影却被金鸡奖提名，明明不是科班出身，却很快就把自己训练成了专业演员，这也跟他炸裂的学习能力分不开。没事的时候就泡在剧组偷师，默默的看其他同行表演，紧接着就把学到的演技用到了自己身上，连导演都不得不佩服的惊人的进步速度。不仅演戏的领悟能力超强，他喜欢的网球和高尔夫也一样是随便搞搞就到了专业基地的态度，老天爷追着违反的态度简直太让人羡慕，更别提学习舞蹈的速度。明明很多高难度的动作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达到的程度，王一博却能够做到一教就会，甚至很多动作看一遍就能复刻出来，天赋技能拉满，学习能力逆天。只能说他能够成为顶流真的是有原因的。当我们还在相信他说的一直努力就会成功，人家已经凭借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天赋点站上巅峰了，这大概就是普通人和顶级天赋者的差距吧。